Hi guys, welcome back to my channel. X Speaking. 今天我们来聊聊极端的饭圈文化。2026年8月初的一个普通的夜晚，我是在刷手机的时候看到这条新闻的。一开始没太在意，但当我点开的时候，我一下子吓到。画面里，一个26岁的女孩在直播镜头前面手足无措地哭，随后一个年轻的生命戛然而止。她的名字叫 Mina， 来自日本，是韩国男团 ENHYPEN 成员 Niki 西村丽的站姐。也就是说，她不是普通人，她是粉丝圈里面的大佬，是那个永远最支持偶像，在演唱会第一排用力挥舞应援棒的人。而她选择结束自己生命的原因，说出来你可能觉得荒谬，因为他想跟偶像互动，仅仅是一个互动，在部分粉丝眼里，这叫做越界。仅仅是因为 Mina 总是在签售会上面跟 Niki 有说有笑，然后还总是把他们互动的内容 po 到网上。结果呢，一些占有欲极高的粉丝就开始吃醋，到处散播谣言，恶意辱骂，甚至是造黄谣。而事件的爆发点是因为他在演唱会上面想要送花给西村里。他首先是把一束向日葵丢给了另一位成员苏努，随后呢，他想要把一束专门为 Niki 准备的玫瑰花送给他。不过 Niki 一直都没有往那个方向去。在演唱会结束之后， Niki 有开 live 抱怨粉丝没有沉浸在演唱会的氛围里面，只是想博取关注的。注意，有网友证实说，在日本的解读空气的表达方式中，这里的语气呢，就是在内涵粉丝，就是公开骂人的程度了。然后 Mina 可能是读懂了他的指责，然后发了道歉文来解释。随后发生的事情像是按下了某种开关，人肉搜索、私信轰炸、辱骂，导致他不得不关闭了他的社交媒体，想要获得片刻的喘息。只是没想到那些人竟然穷追不舍的继续在他的其他社交媒体上面网暴他。直到了8月5号，他开了直播，一直在道歉还要解释，但是极端的粉丝根本不给他解释还有喘息的机会，不停地在弹幕上面写负面的评论。随后他选择了上吊，他甚至是还没有来得及跟世界、朋友还有家人道别就离开了。但是他的离开并没有终止这一场网暴，反而让那些人变得更加的得意，辱骂也变得更加的凶狠。因为在他们眼里，偶像大过天，甚至在庆幸 Mina 终于走了，没有一点对生命的尊重。我盯着屏幕看了很久，脑子里反复在想，这群人到底知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我自己呢，也是一个追星的人，我的偶像呢，像是 Blackpink 啊、Ariana Grande 等等的歌手，但是至少不是那种追法。因为在我的认知里面，喜欢一个歌手、一个演员，是买一张我自己喜欢的专辑，看看作品，偶尔跟朋友聊聊啊，他最近演了什么什么什么歌特别好听啊，就这样。但后来我发现，对于相当一部分人来说，事情完全不是这个走向。他们管自己叫粉丝，但是在外人看来，他们更像是一支有序的军队。他们仿佛是有统一的番号，有层层分解的指挥系统，有大粉发号施令，有数据组分配任务，今天刷多少播放量，多少 streams， 控多少条评论，在哪个营销号下面站前排，充多少钱买什么什么什么，一定要给他冲上榜一。他们管这个叫做做数据，听起来像是一份工作，实际上它比很多工作还要累。半夜2点钟，你还可以看见微博超话或者 Facebook、Instagram 群聊里面有很多人打卡，今日任务完成，晚安。我认识一个女孩，当时还在读高2，她说她每天花4到5个小时在追星上面。我问她作业做完了吗？她笑了笑，没有说话。后来听说她高考失利了，复读了1年。她跟我说这件事情的时候，语气很平静，平静到让我有点害怕。她说，那段时间我觉得我们家哥哥比我人生还要重要。这句话我记到了现在。如果只是花时间花精力，也许还可以说一句个人选择，冷暖自知。只要你的追星行为不会影响到其他人的生活，那就无所谓。但事情远远不止于此。你听说过冲塔吗？这个不是军事术语哦，是饭圈的黑话。意思就是，当有媒体、博主，甚至是官方账号发表了对偶像不利的言论，粉丝就会组织起来，成群结队的涌过去，谩骂、刷屏、举报，
只要对方闭嘴或者账号被处理。即使知道这些媒体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实话，证据确凿，他们还是会任劳任怨的继续给自家哥哥姐姐无偿打工，甚至是怎么样呢？自己给偶像找好借口，自我 PUA， 自我催眠。还有开盒这个词听着像是个游戏术语，实际上比游戏残酷得多。所谓开盒就是人肉搜索，把你的真实姓名、ID、家庭住址、工作还有家人联系方式等等的信息全部挖出来，并且公示在网上，然后成千上万的人涌向你的账号对你恶意辱骂。但是别说是普通人了，就连明星他们自己也没有办法长期面对巨大的舆论，有些明星都因此患上了抑郁症、焦虑症，更有甚者想不开就自杀了。像是雪莉，她根本没有做任何事，兢兢业业地完成每一项偶像的工作，没有想到在上传了一张没有穿内衣的休闲的照片之后，立刻就遭遇了大规模的网暴。试问没有穿内衣是什么十恶不赦的事情吗？再回到 Mina 事件，一个年轻的粉丝只是想要送一束花给自己崇拜的偶像，其中并没有任何不恰当的行为还有动机，但是极端粉丝却因为偶像的一句话去对 Mina 进行大规模的网暴跟开盒，这种行为无疑是一种集体谋杀，不是拿着刀的那种，但是结果没有什么两样。他们把一个人的尊严撕碎踩烂，把他最后一点的生存空间压缩到零，然后在他消失之后轻飘飘地说了一句跟我没关系。真的没关系吗？每一个发出侮辱私信的人，每一个转发他个人信息的人，每一个在群里起哄的人，你们都欠他一句道歉，可惜他再也听不到了。雪莉走的时候25岁， Mina 走的时候26岁，他们都不是做错了什么才死的。雪莉只是没有穿内衣拍了张照片， Mina 只是想送一束花。如果这也算罪过，那这世界上没有人是安全的，因为今天他可以用这个理由网暴你，明天就可以用另一个理由网暴我，标准永远在他们的嘴里，他们想让你死，你就必须死。这就是开盒最可怕的地方，它让每一个人都成了潜在的受害者，它让每一个人都活在下一个会不会是我的恐惧里面。而那些施暴者呢？他们关掉手机，第二天照常上学上班，继续在群里面喊今天冲谁。没有代价，或者说代价太小了，因为很多极端粉丝是未成年人，法律根本拿他们没有办法，批评教育几句就放了。心理学里面有一个概念叫做 diffusion of responsibility， 责任分散效应。简单来讲，就是当一件事情由群体共同面对的时候，每一个个体的责任感都会大大减弱，因为责任被分摊到所有人头上，每个人都会觉得说我不做，总有人会做，或者这么多人都在做，我的那点行为根本不算什么。而在饭圈网暴的语境下，这个效应被放大了好几倍。极端粉丝的逻辑链条是这样的，大家都在骂，我跟着骂几句怎么了？几万条私信少一条又怎样？法不责众，这么多人难道还一个个追究吗？你看每一句话都在用别人也在做来稀释自己那一点点的良心。他们不是不知道自己在伤害别人，而是觉得责任被摊薄了，摊到几乎感觉不到任何的重量，就像是往大海里面倒了一杯污水，谁都觉得自己那杯无关紧要，但是整片海就这么被毁了。而网暴最阴险的地方在于，所有的施暴者都认为自己只是轻轻的推了一下，可当几千几万双手同时推过去，就算对面是一面坚固的城墙，也难免被推倒的命运。除此之外呢，偶像同样要承担责任。在 ENHYPEN 演唱会结束后第4天， Nicki 开了一场直播，他说现场有观众不享受舞台，只是想博取个人关注。这里我们需要注意一个关键事实，他的直播是在奥克兰场说的，而 Mina 送花是在4天前的塔科马场，两件事的时间还有地点都不同。换句话说， Nicki 说的有可能是奥克兰现场有秩序混乱的问题，本意是呼吁大家安全享受演出。然而粉丝却不在乎这些细节，他们像猎犬一样立刻锁定了 Mina， 因为判断标准从来不是事实，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偶像给了他们一个可以开枪的靶子。而在 Mina 离世后的第3天，也就是8月8号的演唱会中， Nicki 在台上对粉丝说，
Angel 跟我们真的是心意相通的，让我们一起创造更多难忘的回忆吧。这段话引起了巨大争议，我不清楚他这句话真正的用意是什么，不管是为了犯傻还是有其他的含义。在一条生命刚刚因为替偶像执行正义而消逝后，偶像在台上说我们心意相通，极端粉丝会觉得说这是一种认同还有双向奔赴，这恰恰展现了饭圈最可怕的闭环。施暴者认为自己在守护偶像，而偶像的例行公式化互动在客观上沦为了对这种集体疯狂的温床还有安慰。所以我真的拜托各位偶像，不管是在直播还是任何的公开场合，你说的每一句话都在影响你的粉丝，正面的也好，负面的也好。你以为你在随口抱怨一句今天好累，他们就可以脑补出一整部公司压榨我哥哥的宫斗剧？你随口说一句现场有人不守规矩，他们就可以替你揪出一个凶手，然后替你去执行正义。你甚至根本不需要店名，你只要给出一个方向，他们就可以替你填满所有的细节，填满所有的仇恨。你根本不知道米娜是谁，你可能这辈子都不会知道。你的一句抱怨，在极端粉丝眼里就是出征的号角。作为拥有巨大影响力的公众人物，轻视这种影响力的后果，往往是灾难性的。但我告诉你，这件事情发生了。你说不关我的事，可是你的粉丝在替你做事，他们替你骂人，替你开河，替你把人逼死，然后说我是为了保护哥哥，真的需要这种保护吗？还是说你其实心里清楚，你只是不想管，因为管了会掉粉，管了麻烦。那我告诉你，沉默有时候比暴力更残忍，因为沉默意味着默许，默许你的名字被当成武器，默许你的粉丝打着你的旗号去杀人。所以我真的拜托了，直播的时候多说一句，不要攻击任何人。被问到争议的时候，说一句我不支持网暴，哪怕只有一句话，一句话可能就可以救下一个人。在写这个片子之前，我在想我要说什么呢？我想说的不是不要追星，那太蠢了。人有热爱的东西是好事。我想说的是，当你发现你的热爱开始让你失控，让你开始攻击别人，丧失判断能力，把现实生活搞得一团糟，那一刻请你停下来，因为那不是热爱了，那是另一种东西，是执念，是自私。它披着热爱的外衣，其实是在一点一点吞噬掉你自己。Mina 的悲剧是一个警告，而解铃的办法不在别人那里，在我们每一个人自己手上。